这一期分享2款迷你小包，可以装蓝牙耳机或当挂件使用。我们先来钩织手提网纹款。视频演示用到了3号蕾丝线以及2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起针完成后，编织60个锁针。锁链完成后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1根线，钩织1个短针。在接下来的4个锁针上，各编织1个短针。第5针结束，接着编织3个锁针。后面空出3个针目，下一针钩织1个短针，然后编织6个锁针。接着空出6个针目，下一针钩织1个短针，然后编织6个锁针。继续空出6个针目，按照6个锁针、1个短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6次。第6组完成后，编织3个锁针，然后空出3个针目，在剩余的锁针上编织5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在后半针上挑1根线，对应第1排的5个针目，同样钩织5个短针。第5针结束，后面编织6个锁针，然后在锁针的链条上编织1个短针。我们按照6个锁针、1个短针的顺序，同样循环6次。第6组完成后，编织6个锁针，在另外一端的5个针目上，同样钩织5个短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继续挑后半针的1根线，钩织5个短针。第5针结束，接着编织3个锁针，在6个锁针的链条上编织1个短针，然后编织6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锁链上编织1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按照6个锁针、1个短针的顺序，一共循环6次。第6组完成后，编织3个锁针，在另外一端的5个针目上钩织5个短针。第3排结束，后面重复第2排和第3排的针数，钩到第19排即可。第19排结束，我们换深色线，在织物的顶部钩织1排短针，将线钩出，编织1个锁针。在每一排短针的侧面各编织1个短针，一共钩织19个短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翻转织物，在后半针上挑1根线，对应第1排的针数，同样钩织19个短针。后面第3排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19个短针。第3排短针完成后，在织物的另外一端同样钩织3排短针。接下来我们钩织边缘以及包带的部分。首先编织1个锁针，在3排短针的侧面钩织3个短针，在5个短针上编织5个短针，在接下来的每一个锁链上各编织1个短针，一共钩织8个短针。第8针结束，
在5个短针上编织5个短针，在3排短针的侧面钩织3个短针，然后编织30个锁针，作为提手的部分。锁链完成后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另外一侧。后半部分完成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和第3圈在后半针上挑1根线，对应第1圈的针数，环形编织1圈短针。现在我们这款网纹小包就完成了，下面开始钩织束口网格款。线材选用 1.5 毫米的喷毛纱以及 2.0 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起针完成后编织14个锁针。需要增加尺寸可以换粗一点的线材，或者增加起针数。锁链完成后，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上挑外侧的1根线，钩织3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锁针上各编织1个长针，一共钩织10个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第1个锁针上增加4针，钩织5个长针。第5针结束，转到另外一侧，后面同样钩织10个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钩织2个长针，然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编织5个锁针，跳过第1针和第2针，第3针钩织1个长针，接着编织2个锁针，后面空出2个针目，下一针钩织1个长针。这一圈我们按照1个长针、2个锁针的顺序循环12组花样，需要注意在两端转角的位置，每隔1针钩织1组长针，其余的位置每隔2针钩织1组长针。第2圈结束，在开始的第3个锁针上引拔连接。第3圈首先编织5个锁针，这一圈针数不变，对应第1圈的长针，按照1个长针2个锁针的顺序循环12次。后面第4圈到第7圈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，高度可自行调整。第7圈结束，第8圈首先编织3个锁针，在2个锁针的空隙处钩织2个长针，在后面的长针上编织1个长针，对应每一个针目一共钩织36个长针。第8圈结束，在开始的锁针上引拔连接。第9圈首先编织3个锁针，跳过1个针目，下一针钩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3个锁针，继续跳过1个针目，下一针钩织1个引拔针。我们按照3个锁针、1个引拔针的顺序环形编织1圈即可。主体的部分完成后，接下来我们钩织绳子和花朵的部分。首先环形起针，起针完成后编织2个锁针，然后绕线圈编织2个长针，后面锁2针，在线圈内钩织1个引拔针。按照第1组花瓣的针数，一共循环5次。第5组完成后，
收紧线圈，将线一次性拉出，不需要断线，继续编织50个锁针。花朵和锁链完成后，将它穿到第7排的镂空处，最后将绳子的末端连接到花朵上。左侧的花朵完成后，钩织第2条穿到另外一侧。现在我们这款网格束口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